问大家个问题哈，2025年的中国空军，你觉得在全世界能排第几？如果是在去年看到这个问题，我可能跟大多数人一样，觉得咱们是稳居第二，正在快速的追平美国。但在25年发生了3件大事以后，我可以打保票的跟您说，在我们最需要打赢的一场战争里，中国空军在战斗力与技术实力上，甚至在战略想象力层面，都已超越了美国空军。这3件大事大家一定也都非常了解，只是很多人或许并未真正透彻理解他们究竟有多么颠覆传统。而我们之所以能成就这3件大事，依靠的竟然是我们老祖宗在2537年前就已经提出的智慧，一句所有中国人都一定听说过的古典智慧。大家好，我是微笑。那些深刻的道理，我们留到最后再细细道来。接下来我们先聊聊第一件轰动的大事儿，那就是印巴冲突。这一战充分证明了我们在实战能力上已经实现了对西方的超越，而且这是一种成体系、全方位的反超。什么叫做体系化的反超呢？这需要我们分3个层面来深入理解。首先是在装备层面上，如果只看战斗机本身的话，阵风其实不见得比歼 10CE 差。但问题是，中国军工的一个坏习惯，让一场本该是势均力敌的公平竞技，变成了歼10对阵风的单方面碾压，那就是反向虚标数。以导弹为例，从纸面数据上看，阵风战机配备的流星导弹和霹雳15E 导弹，它们的射程都在150公里上下。然而在实际交战中，印度飞行员却在理论上绝对安全的距离之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毫无还手之力。根据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的说法，战果是6-0，一边倒。事后，巴基斯坦媒体国际新闻披露称，这是因为霹雳15E导弹的射程虽然对外宣称是145公里，但真实射程可能超过200公里。印度和日本对导弹残骸的研究也发现，不仅是射程，霹雳15E的制导系统、动力系统以及抗干扰性能都要超过法国的流星导弹。要知道，这还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型号，是经过性能削减的版本。那咱们中国空军自己用的正宗霹雳系列导弹究竟厉害到什么程度？这个谁也没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交战双方战机技术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哪一方的导弹技术更胜一筹，哪一方就能牢牢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如果你想要弄明白中国空军是怎么在作战能力上赶超了西方，这就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那么到了这个份上，那些经常扮演美国空军司令的观众朋友们心里肯定就不乐意了，会说这不过是导弹打得远了一点罢了，怎么就敢说是整个作战体系的超越呢？况且你打下来的那是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又不是我们美国的 F-22、F-35，凭什么就说你是世界第一？这个答案就在第2个层面，战术。这场空战之所以会彪炳史册，不仅是因为这个6-0或者7-0的战绩，更因为它是人类空战史上第一次 A 射 B 导战术的实战验证。什么是 A 射 B 导？简单的说，就是一架飞机发射导弹，再由另外一架飞机，特别是预警机来进行引导。这种战术的构想，最早是由美国空军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但是现在30多年过去了，这首个实战成果竟然是由开着中国战机的巴铁飞行员创造的。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这不仅仅是被超越的问题，这简直是一种巨大的耻辱。以后在美国的军校里，就算你是开 F-22、F-35 的飞行员，在学习协同交战能力这一课的时候，都得对着咱们歼 10CE 的实战案例照葫芦画瓢。这就好比从此以后，所有的意大利厨子都不得不学习菠萝披萨的正宗做法。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做法，光是想想就让人血压飙升。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西点军校毕业的观众可能心里还是不服气，他们会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单纯是人家巴基斯坦飞行员技术高超，你凭什么把人家的辉煌战绩全都算到自己头上？这个问题问得好，巴基斯坦飞行员的水平确实比印度飞行员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但问题是，这个高是怎么来的？从2011年开始，中巴两国空军每年都会举行代号为雄鹰的联合训练。在这些训练过程中，中国空军不仅提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传授了先进的战术理念和完整的作战体系。特别是在歼 10CEC 战斗机交付之后，中国空军专门派遣了经验丰富的教官团队，指导从单机操作到编队协同。
再到如何与预警机配合实施 A 射 B 导战术的全流程系统化训练。因此可以说，这并非是在往自己身上揽功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当一个学生用着老师的装备，按照老师教的战术打赢了比赛，这难道还不能证明老师的体系是行之有效的吗？但这里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对比，那就是巴基斯坦空军同样也是美国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巴基斯坦不仅装备了20多架歼10CE，还拥有75架美国出口的 F-16战斗机。虽然这些 F-16也参加了印巴之间的空战，然而在其中却几乎没有多少出场机会。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就要从第3个层面来解释了，那就是整个作战体系。很多军事博主可能都已经分析过，歼10C 系在巴基斯坦空军手中表现如此出色，是因为巴方拥有完善的数据链系统，而印度方面则没有建立类似的体系。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点，巴基斯坦所装备的这套数据链系统也整合了 F-16战机以及他们从瑞典采购的预警机。但问题的核心在于，歼10CE在巴基斯坦手中它并非孤立作战，而是与中国预警机、防空导弹系统还有雷达系统一同引进的。它们之间能够无缝协同，完成发现目标、分配任务、引导导弹的全流程作战协作。而 F-16它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平台，然而对于以中国武器为主导的这样一套数据链体系来说，它毕竟是一个外来者。这就好比当周围大多数同事的母语都是中文时，他即便提前学习过中文，也难免会存在一些沟通上的障碍。而在现代空战中，这一步慢就是步步慢。更致命的是武器性能的硬差距。巴基斯坦的 F-16战机所装备的 M120C 导弹射程只有120公里，都别说霹雳151了，甚至都没有对面流星导弹的射程远。所以说，在这场空战里 ，F-16它不是没加入群聊，而是即便听懂了，它的射程也不够，没有办法及时抵达站位，最终只能看着 10CC 在那儿大 C 特 C。但是咱们也犯不上替美国尴尬，毕竟以前美国战机在实战中表现的差，总是甩锅给买家，说是他们飞行员技术不行。但是现在，同样是来自巴基斯坦的飞行员，同样都具备使用数据链的能力。驾驶中国战机的就能大杀四方，驾驶 F-16的就只能坐冷板凳。这次美国军火商还怎么甩锅呢？所以说，印巴空战这一仗就是向全世界说明，我们不仅能造得出更锋利的剑，还把西方传说中的招式真给练出来了，甚至比他们更会带徒弟。美国它只是个剑谱出版社，我们才是真正的剑术宗师。这个就是我开头说的体系化超越。那么这个时候，经常被歼10击落的观众可能会说，这个只是把人家30年前的理论吃透了啊，那人家最新的理论和技术，你玩得转吗？那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第2件重要的事了，那就是93阅兵。在那天，有这么一架战机的亮相，正式宣告了当美国的下一代空战系统才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同类产品已经可以随时投入实战了。这一架战机就是歼 20S， 它的领先之处不在于本身性能有多好，而是在于它一举解决了之前所有国家都无解的2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有人战机再强，它也无法彻底避免飞行员的损失。这个歼20原本就很先进了，但无论它在隐身、雷达等关键指标上比假想敌要领先多少，这些都只意味着它更难被敌人击落。只要歼20依然需要亲自冲锋陷阵，那飞行员就还是得直面风险。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有人想到了，我直接全换成无人机，这不就好了？这就引出了第2个难题，无人机再安全，现阶段的无人机也无法完全免疫电磁干扰与网络攻击。而且遥控信号如果需要通过卫星中继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延迟。那么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空战里，这一点点延迟和干扰可能就决定了胜负了。而在现代战争里，失去制空权可能就意味着整个战场的态势都失控了。因此这不仅仅是该不该给 AI 杀人权限的技术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如果 AI 打输了空战，谁来为地面上所有战友的性命负责？以现阶段 AI 的水平，谁敢冒这个险？而歼 20S 和攻击11相结合，一举就解决了我们刚刚说的2难问题。一方面，歼20本身的隐身性能就非常出色，它如果选择不主动前出，而是缩在后面保持雷达静默，那么几乎就没人能发现它，更别提把它击落了，
另外一方面，让无人机操作员坐在后座，亲临空战现场，就能够最大限度地缩短感知战场态势的时间和下达操作指令的延迟，让无人机重获了人的灵动。更重要的是，93阅兵现场展出的无人僚机远不止攻击11这一款，而就算只看攻击11，通过更换不同的载荷，它也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这种自由搭配的有人无人组合，真打起来会是个什么效果呢？想象一下，歼 20S 在敌方防空火力范围之外进行远程指挥，操控着攻击11无人机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执行电磁压制任务，甚至能直接摧毁敌人的防空系统阵地，为后续的友军部队开辟进攻路线。紧接着就是数量庞大、成本低廉的非隐身无人机群，以排山倒海之势突入敌方纵深区域。这种作战模式的效率比传统战斗机编队要高出多少倍啊！所以说，歼 20S 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指挥空中的无人机编队，这使得它从一架先进的单机转变为一支能力全面的战术小队，就像从兵王晋升为了特战队长。除此之外，我相信还有不少人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信息，那就是所有参阅的武器都是现役装备。当歼 20S 在9月3号那天飞过北京上空的时候，就表明它并非一件孤立的展品，而是一套已经成型的，并且投入使用的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体系。而这种对我们来说已经可以公开展示的成熟装备，在美国空军那边竟然还处于研发的初级阶段。这真不是我刻意要贬低美国。要知道，这种协同作战飞机的概念，正是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 NGATS 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虽然早在2014载就已经提出，但是无人了解的原型机直到今年8月才进行试飞。美国空军与太空部队协会官网估算，要等到2030年才能大规模列装部队。这就说明，在这个最前沿的技术方向上，中国空军已经领先了至少5年。看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提出疑问，就算我们的作战体系再强大，战术思想再先进，但是美国空军拥有超过5000架飞机，我们只有3000多架。这个数量上的劣势该怎么弥补？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到位。它好就好在，这是一个美国比我们更担心的问题，那就是到了2025年，歼20已经成为现役数量最多的第5代战斗机。这代表着什么呢？退役美国空军中将伯顿·菲尔德在今年3月份就在一封公开信里是这样写的：与中国歼20的大规模装备相比，美国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完成全部1763架 F-35战斗机的采购计划。实际上，在我们目前拥有的战斗机队伍里，隐形战机仅仅占了15%的比例。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比例可以说是相对较小的，很难形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中国也在持续不断地部署关键的综合防空系统以及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可以说，美国上一代军官的素质还是相当过硬的。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第3件事儿，就恰好证实了他的担心。只不过，实际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吓人。那就是9天无人机的首次试飞。提到中国空军最让美国感到不安的武器是什么？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会想到是6代机，但实际上，无论是哪个研究所的第6代战斗机，它依然在思考如何打赢空战的问题，都还比较讲道理，可以被传统的西方理论所理解。而9天无人机则是在思考一个西方或许从未设想过的问题，那就是当一个国家拥有足以碾压全世界的无人机产能的时候，这个空战可以怎么打？中国空军的答案不是给14亿老百姓每人发一个操作手柄，而是9天这样的无人机空中母舰。在未来的空战里，最可怕的可能不再是被火控雷达锁定半个小时，而是被9天在防空圈外释放的成百上千架无人机直接炸瘫在停机坪和机库里。而就算敌方提前升空进行拦截，他们也会发现自己发射一枚价值几十万美元的先进导弹，被击落的可能性仅仅是一些成本仅需几万人民币的消耗品。在耗尽了燃油和弹药之后，好不容易才清空了一片空域，转过头却发现又一队9天在远处打开了舱门，新一轮的无人机蜂群正在卷土重来，而回头一看，自己驻扎的空军基地可能连一条可以迫降的跑道都没有了。这还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空战吗？这不就是工业克苏鲁的移动天灾吗？从此以后，世界各国精心培养出来的飞行员，甚至很难再有和中国飞行员正面交锋的机会了。他们能做的只有救灾，去扑灭一场永远扑不灭的无人机天火。
这种绝望感可能就和二战的时候，日本发现自己击沉商船的速度还赶不上美国造船的速度，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9天不是什么战略轰炸机的无人版本，那个想法还是旧的思路。9天是一个会飞的、智能的、前沿的消耗品投放中心。他思考的根本不是怎么打赢空战，而是把问题提升到了如何塑造一种新的空战形态，迫使敌人在我们最占优势的领域里与我们交手。而这正是2537年前孙子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现代实践。美国当然清楚自己在无人机领域已经落后于中国，因此在2025年12月，美国国防部进行评估，旨在衡量行业的意愿和能力，以便快速且低价地完成任务。要在2026至2028年以其想要的价格、想要的数量购买想要的无人机。但有一个问题是，美国本土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能够按时交付这些订单吗？这背后所有零件的配套供应链是只要撒钱就能从地里长出来的吗？美国这种错误的补课方法就说明了，他们还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己知彼，在战略判断力上落后了中国2500多年。中国空军之所以造出了9天，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清楚当前我们在无人机生产能力方面占据上风，更是因为我们看准了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整体素质上存在的代际差距。这种植根于人民、源于人民的优势，不是西方靠偷学几项关键技术或者模仿一下武器设计思路就能轻易复制的。这是一种需要经过好几代产业工人的积累与传承，才能慢慢培育出来的深厚战争潜力。由9天无人机所开创的全新空中作战模式，就是将2500年前的古老智慧转化成了21世纪战斗力的绝佳方案。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这个道理我们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悟出来了，为什么中国空军要等到今年才反超美国？之前是因为不想吗？你还真别说，还真有那么点意思。更准确的说法是，或许直到今年我们才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已经反超了美国。今年长春航展上展出的歼6无人机，很多博主都已经分析过它们到底有多恐怖了。但实际上，无人六爷早在1995载就已经试飞成功了。但直到现在，因为它已经显得过于落后，可以公开亮相，大多数人才第一次知道它的存在。这其实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哪怕是在我们经济最困难、中美科技差距最悬殊的那个年代，我们也有办法打造出非对称的作战优势。但是比起百战不殆的军事智慧，还有一种优先级更高的智慧需要中国空军守口如瓶，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在世界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军队必须要忍耐，毕竟和气生财嘛。但是在2025年，当中国哪怕是面对美国的贸易战围堵，依然能创造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的时候，中国空军明白，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必须向世界全面展示其顶尖的军事实力。这是为什么呢？晚清那段屈辱的历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自卫能力，即便对外贸易顺差再大，最终也只是在为西方列强做嫁衣裳。而在普遍信奉修昔底德陷阱的西方决策者眼中，和平共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长江后浪与前浪之间必有一战。如果贸易战、科技战都不足以压制中国的崛起势头，那么哪怕手里只剩下军事这张牌，也一定会打出去赌上一把。所以说，要想阻止这种狭隘思维所导致的绝望冒险行为，保障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得在打赢经济战的同一时刻，明确地告诉西方，你们的军事牌也已经作废了。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空军的优势至关重要。因为今天的美军乃至整个北约都是脱离了制空权就不知道怎么打仗的军队。如果我们能直观地展示在西太平洋、在台海、在我们的家门口，他们不可能战胜中国空军，就能从根本上打消他们主动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的念头。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说，当歼 20S 战机翱翔于9天之上，当印巴空战的战报传回五角大楼，这些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展示，更是一个清晰的战略信号。今天的中国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发展成果，任何妄图再次掠夺我们的人，都会被我们钢铁般的意志和有意志的钢铁给彻底碾碎。综上所述，无论是此前的保持低调，还是今年的一鸣惊人，中国空军的根本理由都不是为了迷惑或者威胁谁，而是为了保护14亿人民能够继续安心的生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来自3000年前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回响。
而也正是这个初心，让中国拥有了上万名能设计出顶级战机的工程师，上亿名能打造出顶尖航空机队的产业工人，和背后支撑着世界第一空军的14亿人民。对于为人民服务这个力量的源泉，中国空军从来都不屑于向任何人遮掩。因为如果另一支军队也因同样的初心而变得强大，那它就不再会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如果全世界的军队都能遵循同样的初心，那么全世界的人民都将不会再有任何敌人。以武止戈，铸剑为犁，这才是世界第一的人民空军在2025年所追求的最崇高、最值得的胜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微笑，希望得到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